我们一直在讲范谷是疯子，可是其实我们今天花这么长段时间画，你就会发现，暂且不提他是不是疯子，我们只能说他在画的时候，他的观察之细微之冷静，很不像是一个我们俗称有躁郁症或者是怎么样的人，在他真的发病的时候干出来这个事情。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非常高功能的一种东西，不是一个忧郁或者说已经无法行为的人可以做出来的事情。所以我自己觉得范谷，大家一直说他疯，我只是觉得他很不爽而已。他活得很不得志而已。Hello， 各位，感谢各位对于我们这个课程的支持。我们所有的名额都已经满了。那因为大家的踊跃支持，所以这次我们决定换一个更大更宽敞的地点。这个地点在哪里呢？就在中山站的9号，很久的9号码的号。请各位注意一下自己的信箱，因为我们会发一个通知书给各位，请各位查看一下。然后再来呢，到8月31号以前，我们的早鸟优惠价都还是在的。所以如果各位非常有信心想直接报名我们的收费课程的话，请现在报，因为这样可以现省2500块。针对很多想上课但是报不进我们试听课的同学们，没关系。如果你们对我们课程非常有信心，那你就直接报名我们的缴费课程，我们会留10个座位给这种对于我们特别有信心的观众朋友来听。以上报告，感谢各位支持，谢谢。还有 Welcome to Painter 这个人绘画以及画家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很神奇的挑战。那今天当然是由我跟嘉庆来做这样的一个挑战。简单说就是这样，事情发生就是嘉庆有一天告诉我说：“你看我画画那么久，然后仿佛。”好像你也看会了，所以他想要自己下场来跟我 PK 一下。OK， 那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很好。那 PK 嘛，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就不能太没有标准，就不可以说那你画一张创作，我画一张创作，那样子到底要怎么评价？我们的能力到底有什么差别？所以今天的这个 PK 环节，我们这个所谓这个师生，不行说师生，因为我觉得绘画里面没有师徒，应该说大哥小弟的这个 PK。那我们今天 PK 的项目，我们让嘉庆来挑。我们今天拿谁的画，我们就临他，然后临完看看我们到底谁比较像。嘉庆，你今天想要临哪一张？临范谷的话，范谷是有不同题材，有很多题材，你要临什么？临他的自画像。人像部分嘛。对啊。哎呦，这个是比较挑战的哦。你等一下画的像，画的不像，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。而且我们这个胜负可是要摆在观众面前了。然后当然，我觉得过程当中，我们这个节目也不是说只是你输我赢啦，还有一些人情世故，没有，就还有一些要聊，比如说范谷到底厉害在哪，然后范谷怎么用笔的。我相信这个观众应该也很想知道，而且你今天第一次领，我觉得你领完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你需要知道什么。那时候我就会来大发慈悲来告诉你。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我们的 PK 环节。你说你等一下戴耳机，你这样子五感太丰富了。学画的时候要专心，能不能戴耳机啊？然后这样才能进到心流。不是，你先说你现在看完这张画，你有什么就是感想？现在就先看它怎么排线，想它那个线的走势跟在解释什么，它可能有哪些先上的底色，虽然它可能不是有上底色，应该是没有上底色了。对啊。怎么讲？你还有射手都没有画？是这个调色盘上那些颜料，然后头发还有毛发那些，就因为它毛发的层次其实做的蛮好的。对。还有这个背景就这样，就只有新增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背景当然也要画成那样也可以，只是就没有什么必要了。因为那个背景你别小看那个背景其实需要一种松节油的质感。对，而且我觉得看起来它应该是用手指来画的。没有，应该没有用手指啊，它就是乱笔啊。你也讲是这种乱笔的这种背景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它搞不好是这样。哦，我猜啦，好像有点像哎。对啊，你看它搞不好是这样在画，对啊，但是我只是没有想说要画，因为你看哦，它这个笔有一种很刮掉的感觉，那可是其实这样一排的感觉蛮均匀的，所以
我在猜，其实那个是用手指做的。哦，但你这边用钢笔做，这边就对啊，我就没有想说要，而且我也刚刚才想到的，所以我现在就没有想要加。我后来我觉得我以前没有很认识梵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你在临摹之前，其实不是真的很看懂，不是说看懂，就是说没有看得很清楚。对，以前没有那么仔细的看过它。哦，好吧，你现在有了。有对。你现在剩什么地方？是眼睛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衣服就随便弄一弄，就是都是那么个意思。可是眼睛等一下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。为什么你会说眼睛很重要？是因为它这一张的眼神？不是，是他的两个眼睛啊，怎么讲？他那两个眼睛有没有的瞳孔看的地方，还有眼睛眼角不对齐，那个其实有出现一些不对称，要么他脸歪，要么他立体派。你看这个眼角在这边，这个眼角在这边，这两个其实不是说对得很完整的对齐啊。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，只能说范老头看东西真的很细。我们这张的临摹跟他的作品快是1比1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笔也没有放大，也没有缩小。你看他这种眼睛的这种转折，然后再过来这种东西，其实做得很细。看很多笔，对，很多笔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多笔。你看啊，还有这种东西哦，就它这边有一点受光，所以它其实对，那有边画出来一点。对，那边有差一点。好，这边有差一点，对不对？那这不是重点，它这边的受光其实也有画出来。对，他那边也有画对我。对，就是，所以让很多人说梵谷画不细啊，然后什么看那种深圳的那个大芬村看了说哇，画得好像，但就一个专业画家的角度看，这没有啊，这完全是两回事啊。相信大家看到完我们的临摹，然后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啦。总之，其实我们今天的临摹是用亚克力去临摹它。为什么我们今天用亚克力来临摹它？你有想过吗？因为亚克力比较好做笔触。其实也不是啦，其实是因为亚克力方便。我们临摹的时候，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层次。如果你要临摹到一模一样，那其实是有办法，而且是另外一种做法。但是今天你是带有很主动意识的去学习的时候，反倒不是说哦，我的材料、我的尺幅都要跟它一模一样。当你有意识，比如说我今天要学梵谷的涂色法，我要学它的造型的一种安排的话，那你用铅笔，你用亚克力，或乃至于用水彩，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。它可以让你去在经验当中知道它这个笔是怎么跑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求说，我最后结果上要全像，那就是它尺幅多大你就多大，它用什么材料你就用什么材料。所以临摹其实有分这两种，你到底是带着什么目的去临摹？如果你是要临摹到一张跟梵谷一模一样的画，放在家里，仿佛自己家里有梵谷，那你就要用那个尺寸、材料都跟他一样。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是带有一个比较主动的学习性质在这里面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亚克力。而且说这种东西也干得快。这个各位是不知道啊。如果说今天你的画在家一直不干，然后站着像这种工作墙的话，那你接下来就不用画了。还有一个很写实的问题在，油画在这个时代，除非你要做很拟真的东西，或是你要做很柔性、过度渐层的东西，才要用到油画。比如说，各位有人说我想学塞尚，我想学梵谷，我想学莫内，这些所谓现代主义开端的，乃至于到现在的很多画家，往往在大多数情况是不用到油画，像是塞尚那个已经接近于拿油画当色铅笔在涂的，那个我们找机会为大家展开，就塞尚是怎么画。到那个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可以用亚克力，所以原因是在这里。那嘉欣，你告诉我一下，今天你临完梵谷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就我觉得它比想象中的还要细腻，在观看的部分。就举几个例子。就是说，如果他的画小小的看，会觉得就颜色很漂亮。可是像是他这种衣领的转角啊，他在那个原画，它是有一层黑，一个黑蓝吧，很暗的蓝，然后再一个白，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转角做出来。其实他那个大拇指，他那个原画，他大拇指的转折跟大拇指这个地方的大小，它都有画出差别。就是它有很多地方其实它很立体啊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体积的物体那些体积的感觉，然后你会因为这样子更理解他要表达的那个造型。就是他在他某些笔触的大小对比，
我觉得做的蛮惊人。我同意你的话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梵谷最厉害的是他的造型的转译，他造型的一些转译就解释成他自己的样子，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做得非常的好。比如说对我来说，他这个东西最厉害的就在于说，他这种你看他嘴巴这样转过去，因为他有一点微微的偏向，他整个眼睛是往这边看的。那他这个偏向的时候，他这个嘴唇就从这边的侧影出来，然后后面他给你一个比较明亮的胡子去垫出这个造型。然后还有他的眼睛啊，其实他的眼睛是不对的，就是他这两个眼角其实是怎么说？他没有对在一条直线上。通常我们在画这种眼角的时候，我们会顾及他这个偏向，那他这两个眼角这样对，眼角对到了，眼角是没错的哦。可是你看外面的这个眼角的收尾却不一定是对到，他这个眼睛可以说，要么是梵谷本人眼睛长歪了，要么是他画的是有点立体派的东西。可是他就是这种造型转移，然后线条再加上涂色法，他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去做它。然后他的造型跟涂色法结合得非常好。他这个，比如我们讲造型，他这个衣领是怎么做的，然后这其中这个白是怎么覆盖的，耳朵怎么经营，然后他这边这些笔触是怎么样去朝向这里面的东西，然后鼻子这里的高光。结合着他自己本身的造型语言，有点方，然后有点拙的那种感觉，这一套东西是他很经典的，他开发出来的一套 program， 一套方程式。这个东西是比较难。那个时候霍肯尼他讲嘛，他说梵谷看的东西看得很细。其实我们一直在讲梵谷是疯子，可是其实我们今天花这么长段时间画画，你就会发现，暂且不提他是不是疯子，我们只能说他在画的时候，他的观察之细微之冷静。很不像是一个我们俗称有躁郁症或者是怎么样的人，在他真的发病的时候干出来这个事情。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非常高功能的一种东西，不是一个忧郁或者说已经无法行为的人可以做出来的事情。所以我自己觉得梵谷，大家一直说他疯，我只是觉得他很不爽而已，他活得很不得志而已。但是你说他是疯嘛？我觉得倒也还好啦。这个画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是你跟梵谷的差距，或者是你觉得能改进的话，你会想改哪里？就是整个脸的样子啊，因为我觉得你画的比我画的还更像那张画，更像他那一张画的脸。我觉得我这一张很像他早期的自画像，因为我们那一张应该是比较晚期的，他早期就会画的有比较更没有配的那么好，配合的那么好，对吧？他其实他这一张我觉得。那个脸的造型是像你画的这样的，其他部分我自己觉得还好。但我会觉得是说，像是一些造型上的问题啊，比如像这个肩膀，它有没有这么矮？你看它原画它原画是有一点像靠过来镜子，或是靠过来那个。对，它原画那边是蓬起来的，虽然不能说你这样画会不像。再来是你的脸的涂色法其实没有在领，就是它的所有的笔触的方向，其实你并没有说真的在领它。比如说我们看原作，我不敢说我画的完全像了，但它这边其实有一些这样子的笔触嘛，然后有一些这样的笔触，可是到这边的时候，其实我感觉好像这里其实是我们临它的重点。对啊，其实这里还可以再加，对啊。对，所以你当时在画的时候，你是觉得就是说你只是采用颜色，你笔触没有要选吗？没有，是因为亚克力还没干的时候它有差别啊，干了以后不见了。我没有注意到，就它干的时候可能比较亮一点的时候会有。对，有水的时候，然后它干掉以后就融起来了但是也要用不同颜色啦，对吧？没有，其实我跟你讲是厚度问题，因为你去想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梵谷那个颜色是颜料上面加颜料，所以它绝对不是说带着一种水去画的东西，甚至不是带松节油去画的东西，所以它是勾上去的。你看你这边的涂色法其实已经变干擦了，你有发现吗？你这个涂法已经变干擦了，那这个就是基本上梵谷不会用的东西。那你看像你这边干擦，其实看起来像夏卡尔。对，它是在它涂色法逻辑里面是没有这件事情的。对，所以其实那个涂色法的那个临摹感，虽然我们今天用的是亚克力，但它其实可以用出来的。然后我觉得我的问题是，我觉得我把它画得太帅。对，我自己在看的时候，我发现的一件事情是说，其实它这边的这个达尔图啊更高一点。你的这个额头画的其实是比较对的，因为其实它整张画带有一种额头宽，然后下巴非常尖的感觉。
对，范谷是个脸长的人，没错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啦，在他那张画里面，他因为额头太宽，这下面画太小，所以他变成一个倒三角。我刚才反倒在远看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这张画的意思是比较对，额头宽，然后下巴特别尖。哦，但我没有把范谷这个特征给画出来。对他变得很像饰演范谷传的人，对，对。就是那个对，有一点像演范谷传的人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在抓这边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离眉骨不够近，就这个地方其实要近，这个地方近了，但这个地方不够近。哦，你说所以眼睛的上缘跟眉骨，它其实应该再近一点。哦 ，OK， 对，你知道范谷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比较凶？是因为他这种西方人，他的眼睛的这边到眉骨之间非常近，几乎就是距离很小。这一点我觉得我今天没有把握出来。对，就是眼睛这不是距离，对，这一条。它其实可以再缩小一些。OK，对，我觉得缩小一点，它就会看起来更凶嘛。对，因为这样它看起来比较和善一点。对，它舒张开来了，它脸舒张开来。然后我觉得我这张来讲的话嘛，反正头发有淋到，我觉得这味道有到，但是背景还是没他涂的那么松。但这个因为你刚刚跟我讲是，我们后来破解是用手指头画，对啊，那个这个它是这样子用手指头戳出来的一个东西，可是我们其实没有发现到。对。然后后来啦，我都已经上了一部分颜色，我才发现到这件事情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涂色法其实是有学到它的，就是你看我额头这边的颜色是怎么上的，它这边有爆筋。然后这边因为爆筋，因为瘦，所以它肉有点收缩，有点收缩。然后胡子，我难得请出我的毛笔去勾一下胡子，我实在没有可以勾细线的笔。然后眼睛也让我学到一些东西，对，就是他可以说他这双眼睛真的是很细致的观察，是非常细致的观察，对。但我觉得我今天画这张。整体来说不是状况非常好的时候画，我觉得这个在研究。然后其实还有啦，我觉得是画的不够厚，还是有一点畏手畏脚的。所以其实说实在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那种技巧而去临的话，还是可以再临主动一点。但是嘉欣，你有没有觉得临摹真的是一个蛮有效的学习？对啊，我觉得知道比单纯在看知道的事情多很多。对，OK， 反正呢，以上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师兄弟两个的这个临摹啦。当然，你说为什么师兄弟对决？因为真正的老师是我们的范谷，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大师兄还是小师弟赢。OK， 那请各位观众看完之后，告诉我哪一个临起来更像范谷。OK， 如果是我赢，就说师兄赢；如果是嘉庆赢，就说是师弟赢。然后请大家在底下留下你的看法。OK。这是 Painterverse 愉快绘画以及画家频道，我是杨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